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德国大伟。上期呢，我们家已经把3楼的这个房间，还有1楼、2楼、3楼的楼梯间都刷上了凝固灰尘的水。这期呢，我将会拿油漆开始刷墙了。有一些朋友问我油漆怎么选择，在以前我们家装修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家最初用的是最普通的油漆，那种味道比较大，大概1年左右。然后它还是有那个味道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买了一次环保的油漆。那这种油漆呢，就有那种小绿叶的标志。在那期刷墙的时候，我给大家展示过。然后有的人问我，你这油漆啥牌儿？你看图嘛，是不是？其实牌不牌无所谓，主要看它是否是环保的。虽然油漆当中本身带一点点味道，你刷完以后你会闻到味道。但是非常非常淡，也就是随着你开窗户放这个味道，慢慢它就会散去，而且很快。像我家那个不环保的油漆，就普通的油漆，大概用了1年多左右才散没这个味道，而这种环保的几个月就完事儿了，很快的。这次呢，我们买了另一个牌子的环保油漆，因为头前我们用的那个牌子没有了，同样的一个建材商店，但是没有了。这个是我家新买的油漆，白色的，然后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一大桶啊，15升，就76欧元。然后它这块写的是过敏的人也可以适用。就这种小绿叶，3片叶子的标志就是环保的。这个油漆也是建材工作人员推荐给我们的，说这一款油漆是相对于其他油漆当中是比较好的。现在我就来把它拆开看看啊。这个为什么是灰色？这是白色吗？我再给它搅一搅，给它搅匀的看看。它是发暗的那种白，冷白叫，反正还可以吧，但是冷白，绝对是冷白那种。这个是我家唯一感觉还算干净的空桶，我把这个倒一些。有人还问这种油漆要不要兑水呀，或者兑其他的东西再刷呀？反正我们是拿来就刷，没有兑任何东西。一个滚刷给它去掉多余的，防止浪费和淌到哪儿都是。我先给它这个先放一边吧，实在是没有地方，先用大的。帽子找不到了，拿个塑料袋套头上。哎呀，因为这个东西难免会崩到头发上，很难洗。真的很难洗，而且一会儿我还要去接孩子，我也就干1个小时的活儿。这袋儿太小，系不上，像手术室戴的帽子。好了，这个面积比较小，我就没用长杆那种滚刷，我给它卸下来了，而且是我能够着的地儿。我的建议啊，是第一遍给它刷的浓一些，尤其是这种石膏板，那石膏板和石膏板之间只有石膏缝，然后这个缝隙呢涂的是石膏，它就会颜色比较深，尤其这种石膏板刷起来不是特别吃油。我家这面墙以后还是要拆的，旁边呢它也是一个房间，它是斜坡，我们打算
过几年以后吧，然后把斜坡给它支出来，变成竖的，这样就会有很大的空间。到时候在这块隔2个房间，所以这块得拆去，这门到时候变成一个门。这面墙基本就完事儿了。其实3楼我家做的是地板上墙一部分墙，然后刷一部分墙，所以比较好整，应该1个小时内能完成。像这种边边角角，我们就买的这个刷整毛刷一套，就各种各样的，你看很齐全，什么样都有。我发现每次我们家刷一次墙，买一次工具。这个还有倾斜式的，正好适用于这样的。这块是我家3楼楼梯间，我在1个小时刷完了屋里之后呢，接完孩子回来，我又把这一块能刷的地方都给刷完了，剩下这就是这个胳膊呀长度不够啊，个头不够，只能是多把来凑了。接下来我们家就赶紧刷1楼、2楼的楼梯间。然后这面还要再刷一遍，因为最起码得刷2遍的漆才可以。比如你看这块墙，它都是那种坑坑洼洼，特别不好刷。你得有多的油漆，并且要反复刷，才能把油漆吃到这个凹的地方里。所以我们家再咋还得刷2遍吧。行了，那今天就到这儿了，咱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